Hello，大家好，土豪小粉红又回来了。我们今天呢有一位特殊嘉宾，虽然说我这样一摆，他好像已经离我们而去了，还是说好像我们在通缉他的感觉，但是我真的希望他这大半年来，一直平安无事，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能够重获身体上的和言论上的自由，我们可以再次在网络上看到他，真的祝他平安。我今天呢，想来聊一个可能比较敏感，但是非常实用的话题，那就是钱。具体的来说，就是在澳洲工作能够挣到多少钱。可能对于澳洲人或者说欧美人来说呢，工资包括时薪和年薪都是非常非常敏感的话题。就是你有可能在一个公司打工了几年，然后你对同事的那个工资状况完全没有了解，可能对方比你每个小时高几美金或者低几美金或者澳元，但你都不知道。但是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就好像不能说好一点吧，就是对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的隐晦，就时常有可能你会听到你的同事啊或者陌生人问你每个小时挣多少钱。那我今天呢就想发扬这个光荣传统，然后来聊一聊我在澳洲第一年工作的工资大概是多少。我不会具体把那个数字说出来，但是我会给大家一个可以估计的范围，然后大家可以具体来做一个参考。OK，那我们都知道呢，一个人的工资一般是由他工作的种类、他个人的能力和经验，还有说他在一个公司待的时间的长短来决定的。那么这一点在澳洲我觉得是更加突出的，就是说你根据你工作的不同呢，可能说一个人的工资是另一个人的几倍都有可能。然后你在一个公司里边，如果说待了5年到10年以上的话，那你的工资可能是你刚入职时的翻倍，也是很经常发生的一个状况。那我从事的工作呢是叫医疗影像，英文叫 radiography，然后它是属于医疗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其实它是算一个技术工种吧，和护士可能有点像，但都其实还不太接近。就是我们主要其实说白了就是拍出来能让医生满意的那些 X 光片或者是 CT，所以说我们的工资其实和正经的医生还是有天壤之别的。所以那具体是多少呢？现在就是公布答案的时候。OK，所以对于一个刚入职的radiographer 或者是说X 光的技术人员的话，呃你可以估计到的时薪应该是25到35块，我说的是澳元啊，每小时之间。那我个人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个范围是30到35。当时也是比较幸运，找了一份工资比较高的工作。然后这样换算下来的话，就是每年的年薪税前是6万多，税后大概是差不多正好5万这样一个感觉。我这个30到35澳元之间的工资，作为一个起薪来说，其实在澳洲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比这个低一点的工资呢，也有，但是一般来说，正经的工作的话，很少会给到，比如25块以下一小时。然后起薪里边比这个多的，可能就是那些我能想到的，比如说一些比较体力的劳动啊，那些在工地搬砖的民工，这个和国内很不一样，他们的薪水非常高，他们的起薪可能要40块一小时以上。然后就比如说律师啊，然后工程师、医生啊，他们的起薪也是肯定要比这个高很多的。可能医生据我了解，应该要起薪在每小时50块以上，应该是最少这样子。所以说我这个工资是挺有代表性的。然后你用时薪想去估计年薪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一周工作40小时嘛，然后一年50周，所以说50乘以40是2000，那你只要用这个时薪去乘以2000，就是你的年薪，然后你再刨去一个大概20%到30%左右的税，就是你最后税后能拿到手里的薪水了。那我个人感觉呢，我这个工资虽然说在澳洲不算高的，但是
一个人花的话，其实真的绰绰有余。就是你刨去房租，然后吃穿啊，然后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大部分都能够剩下来。我是属于比较省钱，然后比较守财奴那种人了，所以说，我每周的工资能够存下来70%到75%左右吧，是没问题的。就算你花钱比较多，可能女生买些衣服啊、买些包包啊之类的，那存个50%也是肯定没问题的。所以说呢，呃，在工作开始的几年之内，你可以开始考虑房子呀、车的问题，这个是有奔头的，可能不会像国内那么压力大，就是说你可能工作小半辈子都是感觉房子都是遥遥无期的那种一种梦想的感觉。这点我觉得澳洲怎么说呢？毕竟发达国家可能说就像我们这种低工资的水平来说，他的生活水平也是有保障的吧。然后这个工资肯定不是恒定不动的啊，肯定每年会涨一些。其实我工作6个月以后，就是过了试用期，工资已经涨了2块，但还是在这个30到35的范围之内。然后每年大概我觉得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涨1-2块的感觉，然后涨到40多到51小时的时候呢，这个工资可能会到一个瓶颈期。这个时候那些想把生活变得更好的人呢，他可能就会考虑跳槽去另一家工资开得更高的公司，或者说他转成一个管理层的一个职位。通过这些方法呢，你可以把你的工资实现一个质的飞跃，比如说突破这个50到60的大关。这样你想的话，每年算下来可能就是10万澳元的工资左右。这个就算在澳洲也是中产阶级里边算比较高的这些了。当然，这个只是我现在能梦想的一个状态，就是肯定工作最少要7年到10年以后，可能才能达到这样一个状态吧。但毕竟是可以奋斗的一个目标，我觉得。最后呢，我想发表一下个人的一些感想和看法吧。就是其实刚开始工作的前几年，工资倒还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标准，因为毕竟你只要攒一些工作经历以后呢，你嫌工资低，随时可以跳槽嘛，这些机会都是有的。我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是，就是其实我打算只要25块1小时以上的工作我都会接，但是谁想到就是一开始我申请的那些公司全都没有要我，然后最后决定要我的这个公司呢，就是一家在昆州比较大的一家公司，然后直接就给到了就是30以上这个工资，所以当时真的很开心，然后更别提6个月以后我都没有去申请什么的，就又给我涨了2块多，那个时候真是哇受宠若惊，觉得我值这么多钱吗？就这个感觉，所以说反正现在还是挺开心的。不过我后来也了解到呢，就是我们公司在大的私企里边，其实工资给的算少的，和公立医院比，每个小时大概也少1-2块，还没有那么多的那些 benefits，就是那些放假的福利啊之类的。不过我作为一个国际毕业生来说，能找到一份工作也就已经很好了，肯定就不会像那些 local 一样那么挑三拣四的对每小时少几块钱这么在意了。毕竟我见识过，就是如果我选择在国内发展，在国内工作的话，那我可能呃在刚开始的前2年会想每小时能够达到人民币30块，可能都不错了。这个不夸张啊，因为如果你加上996的话，相当于你每周工作70多个小时，然后如果你这样算起来70多个小时，算每个月乘以30的话，其实相当于是8000多块、9000块，那其实在国内的起薪里边就不算低的了吧？这样你一对比的话，真的伤害很大，也就是说，如果是在国内工作的话。说这个呢，我不是想突出我能力比国内的应届毕业生高还是怎样。我知道，就在我认识的朋友里边，有很多真的都是非常聪明、非常能干的那种，但是在国内工作可能工资就没有说在海外这么高吧。我想问的问题是，呃，作为同样能力的人，然后只是在不同的国家里边，为什么工资能有这么大的差别？
为什么在有的国家，你说什么都可以，在别的国家呢，说错了话就会被别人打印成照片，然后放在一个好像通缉令的一个东西里面，只通过这种方式来悼念，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关乎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的问题，因为钱是生存之本嘛。那我想今天就说这么多吧，最后可能是想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然后如果大家对于在澳洲的工资，然后工作的基本情况，任何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都欢迎在下面留言问我，我现在可以一个一个的回答，保证肯定会回答。然后甚至是一些关于比如我的政治倾向啊之类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问。我这个频道呢，最后肯定会慢慢的转变成一个比较涉及到政治和可能更关注民生的这么一个频道。现在只是起步阶段嘛，只是稍微小试牛刀一样。好，今天就说这么多吧，谢谢大家，拜拜。